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7日上午的8点50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啊，道指呢开盘时间由每天晚上北京时间9点半啊，在今天改成了每天晚间22点半啊，22点30分开盘。那么这个开盘时间啊，推后之后呢，会略微对这个比特币的行情构成一定的影响啊，因为我们知道美股开盘的时候啊，比特币的波动都会非常大啊，所以呢，比特币大幅波动的时间呢推后了1个小时。那么我们在当前的行情结构上呢，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道指呢正处在一个下跌通道当中，下跌通道发生之后，我们看到啊，它的这轮反弹呢是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反弹西游之后啊，出现了一个突出的一根阳线，那这根阳线呢，正常我们管它叫悟空阳线啊，是第二轮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但是我在这里面认为它是一个欺骗性的 K 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刚刚处于这个下跌通道波峰连线的上轨位置啊，这个位置呢非常容易出现诱骗性的 K 线。那随着美国加息75个基点啊，这个靴子落地，行情出现下跌，然后再次的反弹呢，是因为美国有一个鸽派声音啊，鸽派声音的出现，加息放缓啊，这个预期的出现呢，让它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整体行情呢，我认为依然处在一个日线级别下跌通道当中啊。这个日线级别下跌通道出现之后，很容易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并且周线级别的下跌会平行于2020年2月的这轮极端的下跌啊，互为平行结构。如果平行结构出现的话啊，美股会再次跌破1440均线和1690均线的这个支撑，不断重心下移，势必会带动比特币啊在年底的行情当中出现一个急跌。在比特币的结构上啊，行情走势越发明显啊。我们目前处在的这个位置呢，是第3轮的反弹啊。哪一块是第1轮的反弹呢？首先我们看啊，3万点到17605这个位置之后啊，出现了一个急速的缺口。急速下跌形成缺口之后，我们看到第1轮反弹43%，第2轮反弹33%啊，那第3轮反弹目前最大的反弹力度是18%啊，是从低点18248到高点21500附近啊，18%反弹之后，行情完全对3万点到17665形成了第3次的回补缺口。那么为什么要回补缺口呢？我们知道啊，缺口就是一道伤口啊，我们的手臂上被划出一道伤口之后，首先啊，我们要迅速的用另一只手去捂住这个伤口啊，血立刻就止了啊，疼痛也会大幅减缓，但是伤口依然会流血啊，这就构成行情当中的第1轮反弹和反弹之后的下跌，然后我们快速的去跑去医院进行缝合的过程当中啊，伤口又逐渐减小，伤势逐渐减缓，但是还是非常疼，疼痛忍耐期过后啊，也就相当于我们10月的这一整个月的横盘震荡修复伤口之后啊，行情再次发生反弹啊，也就是结疤的这个过程啊，最后呢我们的这个伤口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伤口结疤啊，伤口完美的修复如初啊，最后呢完成了这一轮反弹啊，这个万事万物道理都是相通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啊，第3轮反弹啊，它的过程非常漫长啊，经历了1个月的盘整之后，我给出了一个概念，横有多长，竖有多高。但是反弹目前呢，已经顶到了2重压力位这个位置。首先我们看到了站上了1440均线之后，上方的压力位是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的一个压力，同时也是1690均线啊，绿色线1690均线形成了一个压力啊。那在2重压力啊这种情况下呢，行情啊继续出现了一个震荡。那么
周六周日震荡之后，我认为还是要跟随美股的趋势。那么美股在趋势上它依然处在一个下跌通道，所以呢，做空是对比特币的一个首要的一个获利方向首要的一个获利方向。在最近的几个交易日当中我认为不断的布局，每5天布局一个仓位，布局一个空单。行情我们看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始终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很多人会说，你这个位置已经走平了，已经走缓了，行情有可能出现上涨。我告诉你不是，因为你离近了看，每一块的行情每一个位置的169日均线、144日均线都是处在一个缓步下跌的途中。那么你把这个图缩小来看你看当前行情仍然处在一个熊市的下跌过程当中，反弹呢只是反弹，它不构成反转。虽然我们经历了1次反弹、2次反弹、3次反弹，很多人会认为18500到1900它是一个低点，它是一个底部这是一个错觉。特别是第3轮震荡的这个过程当中，反复诱空，反复诱空，反复诱空，很多空头在这里进场之后，随即快速拉升，拉爆空头，空头的信心呢，在这个位置上丧失殆尽特别是这轮行情，很多人会喊24000点、27000点，甚至有人说35000点。35000点是这个波谷连线上一轮牛市行情当中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很多人会这么说，但我告诉你不是，行情依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反弹不构成反转，压力位附近呢是我们做空的一个时间点并且我建议分布式做空。行情在这里面只有几个东西，第一点记住，随着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的下行，行情依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一定要记住，当前行情仍然是熊市，反弹不构成反转趋势是下行趋势。第二点呢，找到位置。我之前连续1个月提出的位置是在21500到22000美金。那么我们看到行情当中的最高点目前是21470，已经非常接近我给出的一个目标区间。那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在21500到22000美金这个附近，或者是非常接近的这个位置上当前的这个位置就是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行情最终呢会到达一个什么位置呢？最终会重新回到19000 19000美金到18500美金。最终呢我们给出了一个结构，第4次波谷。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第4次波谷一旦出现的话，行情容易出现新低。那么这个新低出现之后呢，我们看到会完全跌破黄色收敛三角形底边线的这个位置这意味着新低出现之后不断会出现新低，最终呢形成什么呢？形成一个下跌的三角形。那么在下跌的三角形当中就会有一个加速下跌的一个情况。最终呢，行情我给出的一个目标位就是比特币的残值仅剩高点位置的 15%， 也就是10000美金附近精确位置是10500美金附近一定要记住。所以呢，目前呢虽然是反弹趋势，但是要可以开始布局空单了可以开始布局空单了。布局结束的时间点大概是在11月中旬，11月15号左右。那么最近几个交易日有人感觉以太坊的下跌速度明显高于比特币原因就是在这儿呢就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我们之前给出了一个它的上方的压力位是在 0.08 附近，这个位置呢是由去年5月份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在 0.08 附近形成了一个压力。在这个压力的前提下我们在周线级别上看到了行情走在这里面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行情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这个反弹呢没有到达悟空阴线的开盘价这个位置，所以呢趋势依然是下行趋势。悟空阴线组走出来之后，会走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以太坊会出现一个
加速下跌的情况。那么在以太坊对比特币出现加速下跌之后啊，即使比特币的价格稳定，以太坊也会出现一个领跌的行情，并且以太坊啊在周线级别上目前处在一个蜈蚣阴线、八戒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啊。而且上方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在反弹过程当中啊，它依次站上了一个5月份波峰连线啊，这个位置站上了144均线，站上了169均线之后，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白色的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下跌。发生下跌之后，我们看到上方压力啊是在1670附近啊，1670呢是以太坊最高点4877啊，4877这个位置上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啊，所以呢，你看结构上以太坊正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啊，如果这个下跌趋势一旦加速的话，它会依次跌破日线级别144、169，还有这个结构性的压力，最终呢形成我画出来的这个我模拟出来的这个白色的下跌收敛三角形。啊，然后它在周线级别上会走出一个周线级别下跌稀有，到达我们的第一目标位1100啊，1100美金附近啊。如果1100美金附近到达之后，很容易出现平行式的下跌。什么是平行式的下跌呢？就是它的下跌会同22年4月到22年6月啊这2个月啊，会同它发生平行结构。平行结构一旦发生啊，我们给出的最终的目标价啊是在260美金附近。那么当前行情已经在这个压力线附近了啊，所以呢，以太坊我认为是逐渐埋伏空单的最好的一个时间点啊。本轮熊市你想抓住趋势上的利润啊，就从11月初埋伏到11月15号左右啊，耐心等待它年底的暴跌啊，耐心等待它的暴跌。做这个趋势上的利润啊，去吃这个趋势上的利润。那么行情目前已经走出来啊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前面行情当中啊，有 Luna 啊出现了暴雷啊，然后最近几个交易日呢出现了Gala 这个代币啊也暴雷了，然后昨天晚间啊出现 FTT 有一个暴雷的信息啊，必然要把手里持有的 FTT 抛售啊，然后今天有消息说要接盘。暴雷事件发生之后呢，是很好的做浪子回头币种的时间点。那 Luna C 啊，它的浪子回头币呢Luna 代币的它的浪子回头币呢叫 Luna C， 那 Gala 它的浪子回头币呢叫 P-Gala 啊，也是碎成搞出来的，因为很多人把增发了的 Gala 充值到火币，那火币就自创了一个大概有80亿总量的P-Gala。那么在这种行情下呢，我认为你做这种浪子回头的子币种是有机会赚到一波的。同时呢，目前行情当中已经出现了多个热点迸发的情况，像BAN的 Mask 还有这个史币道指都有表现。那我们看市场上目前比较强势的就是 Mask 我认为你做这种强势币种一定要做龙头。做龙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行情它不断的演化出一个结构。那么在之前的结构当中，我们给出了一个分析就是 Mask 在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第一种结构呢是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发生反弹。第二种结构呢是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在近焦点位置上发生反弹上涨，那么目前行情同样的东西又走在了这里面目前 Gala 代币在小时线上，我们已经能看到已经非常接近焦点，在这个焦点的位置上就是一个变盘的区域。那么我们把这个区域分成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左侧，第二部分是下侧，第三部分是通过焦点之后的延长线，第四部分呢是上方获利的位置这是对现货而言的。那么行情走在这个位置上，你一定要布局一个仓位。如果出现上涨的话不断减仓；如果出现下跌的话，你在2这个区域上再补充仓位，并且设置一个止损。
如果发生反弹的话，到3这个区域上减掉2区域上的一部分仓位，然后再次上行的话不断减掉第一个仓位就是在行情当中因为它是变化的，你要根据变化去做出相应的反应最终呢比较容易获得更多的利润，同时在设置止损的情况下保住你的大部分本金。那么很多山寨币都可以这样去做都可以这样去做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道指这个代币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跌，跌破了小日线上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证明它的大的调整呢正在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行情，它的一个结构正在发生另一种变化。我们通过联系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缓慢的震荡时间逐渐拉长之后跌破了收敛三角形的波谷连线这个位置，跌破之后我们在下方要有这个仓位，有仓位的同时和 Mask 一样这是一个第二个的位置2在这位置2上也要设置一个止损。如果行情震荡形成了一个底部区域，那么它就有可能继续上涨有这种上涨的可能性。毕竟呢道指它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日线级别上涨息优，日线级别上涨息优完成之后做出调整，还有可能做什么呢？做周线级别的上涨动作要有这个对多头方向的一个预期，你才能在多头行情上获利。特别是在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价格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山寨币种容易出现板块轮动，容易出现轮涨行情。那么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给出了2个方案，对于现货来说的2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是你可以做这种浪子回头币Gala、Luna、FTT 这些有可能出现浪子回头的这些币种。那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做这个强势币种，在调整过程当中做这个强势币种，有波动、有上涨动能、有资金关照有人类关照的币种是这种强势币种像这个道指 Mask都是这种强势币种可以在行情当中多给予关注或者是资金上的关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当当网、淘宝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这里是链接。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